针对美方近日发布社交年度人权报告，并对2名中国官员和3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26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对美涉疆非法提供的制裁提供了依据的一家情报机构和2名个人采取反制，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此外，在另一个中美激烈博弈的芯片场域，当地时间24号，美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司传出已与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利好消息。美光公司曾作为美国打压中国存储芯片产业的打手，正在积极调整姿态，向中国示好。近日，美方发布涉疆年度人权报告，以所谓涉嫌侵犯新疆人权为由，制裁3家中企和2名中方官员。中方26号表示，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制裁一家美国情报数据公司卡隆及2名美国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官员和企业实施的非法制裁，已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抹黑中方形象，严重损害中国官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毛宁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国将对长期搜集涉疆敏感信息、为美国涉疆制裁提供依据的美国情报数据公司卡隆，以及对卡隆公司调查主任徐猛及美国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尼科尔·莫格雷特2人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上述2人入境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区，冻结上述公司和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撤销对中方官员和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停止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错误法案。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外界注意到，据美通社报道，此次将被中方制裁的卡隆公司早已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深度勾连。今年10月，卡隆宣布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签订合同。通过此次签约，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和调查人员将获得卡隆全球风险分析平台的使用权。据了解，卡隆公司被客户企业和金融机构用于监管和地缘政治安全威胁的风险管理，尤其是制裁合规、供应链安全和强迫劳动等领域。报道还提到，卡隆公司的数据情报来源于所有可用的开放源信息，并由世界一流的主题专业知识和数据分析与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提供支持。卡隆公司曾在2020年6月与一家数据情报的供应商合作，使公司能够遵守外国资产管制处和欧盟的50%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卡隆公司的领导团队包括来自美国政府的前高级官员，他们可能利用自己知识背景和政坛经验，建立专业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深圳卫视记者查阅资料显示，卡隆公司调查主任徐猛在投入风险分析工作前，曾在2017年到2018年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担任外联实习生，同时攻读国际政治硕士学位，还曾参与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在社交媒体平台观察中美民间互动。此次被中方制裁的另一位美国公民尼科尔·莫格雷特是前美国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担任安全和外交事务团队的政策分析师。2023年加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据委员会官网介绍，他曾担任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人类安全团队的分析师，以及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项目经理。